图阿普西的炼油厂又被炸了，这已经是2周来的第3次。然而这还没完，克里米亚腹地伊斯坎德尔导弹基地被炸，乌军的巡飞弹甚至跨境80公里打到了俄本土的别尔格罗德。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在修建一条上百公里纵深的防线。日本的拦截无人机也在乌俄战场上干掉了沙赫德。波兰干脆照着乌克兰的实战经验，开始组建无人机大军，还要把自家新型武器往乌克兰送。面临这种情况，俄军的后方还有哪里算得上安全？来自乌克兰的3次暴击让图阿普谢这座超级炼油厂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作为俄罗斯石油公司在黑海沿岸唯一的大型炼化基地，该炼油厂年处理能力高达1200万吨，相当于每天24万桶，稳居俄罗斯前10大炼油厂之列。更重要的是，这座炼油厂和图阿普谢港口是一体化布局，炼出来的各种油直接通过港口的出口终端装船运往船外，核心目的就是出口创汇。对俄罗斯军队来说，这座炼油厂同样意义非凡，它向黑海舰队和俄罗斯南部军事基础设施供应燃料，是支撑俄军在黑海方向进行作战行动的关键后勤节点。这样一块肥肉，乌军当然要给它敲掉。前2次打击中，乌军的主要目标都是那些油罐。据卫星图像显示，全场47座储油罐里，24座已被完全摧毁，占总数的52%，还有4座受损，只剩18座罐子还立着，不到4成。而这座炼油厂早在第1次遇袭时就已经全面停产了。但乌军还是来了。乌克兰第1独立中心和第413突击团的无人机操作员，在特种作战部队乌克兰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协同配合下，对图阿普谢炼油厂发动了第3波打击。这次袭击和前2次存在本质上的区别，这一次乌军盯上的是生产线本身。NASA 的火灾监测系统显示，厂区北部出现了大面积火灾，这是此前2次袭击都未曾波及的区域。4座最大的储油罐也被命中，炼油厂内部油品沸腾溢出，燃油顺着地面流到了公路上，当场毁了多辆汽车。紧接着，当地政府被迫宣布图阿普谢市进入地区级紧急状态。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第1次因为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而启动这种级别的紧急事态。图阿普谢市长博伊科一大早就发布紧急通知，要求炼油厂周边街道的居民立即撤离，用大巴拉到临时避难所。伴随大火而来的是黑色烟云。根据卫星数据显示，整个俄罗斯南部上空笼罩着长达380公里的黑色烟云，覆盖了麦科普、斯塔夫罗波尔和阿尔马维尔3座城市，一路扑向400公里开外的布琼诺夫斯克。还有让克工无法忽视的大面积石油泄漏问题，袭击造成的浮油沿着黑海海岸线绵延了77公里，覆盖面积约1万平方米，超过4000立方米的受污染土壤和含油废水已被处理，但污染仍在持续蔓延。沿海度假城市索契附近的海滩上已经出现了死海豚的尸体，鱼群和鸟类的死亡也在不断被居民报告。更荒诞的是，即便乌军闹的动静这么大，俄罗斯依然在玩文字游戏，当地政府照例将火灾归咎于无人机残骸坠落。可图阿普谢的居民不买账了，纷纷指责当局淡化了袭击的规模和影响，并且犀利指出，当局不愿意承认打击有效，是因为一旦承认，就等于承认自己防御无效。图阿普谢的局势严重到这种程度，克工也没办法装鸵鸟了。普京亲自听取了紧急情况部长库连科夫关于图阿普谢炼油厂最新火灾的电话汇报，并命令库连科夫飞赴图阿普谢，亲自监督灭火及后果处置工作。让这种级别的高官千里迢迢冲到现场擦屁股，对俄罗斯来说还真是破天荒了。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也做出公开回应，张口就是道德绑架和扣帽子，说乌克兰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加剧全球石油短缺，进一步破坏了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一般情况下，对于乌克兰袭击石油基础设施的行为，克工是不会做出公开回应的，但对图阿普谢的打击，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显然都超出了克工预料，迫使普京和佩斯科夫不得不出面。这本身就说明了事情的严重性，也再次说明了俄罗斯防控的无能。然而被乌克兰盯上的还不只是石油基础设施，还有俄其他高价值军事资产，主打一个转条贵的大。在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州，乌克兰第429阿基里斯独立无人机团使用 IM-2 巡飞弹，在沃洛托沃村附近精准命中了一套俄罗斯卡斯塔2E 低空监视雷达，整套系统价值约6000万美元。据俄罗斯方面宣称，它能同时探测200个目标，覆盖150公里范围，专门用来发现低空突防的飞机、导弹甚至无人机。结果乌军只用了2架无人机就收拾了这套雷达，1架侦察，1架击杀。别尔哥罗德与乌克兰的哈尔科夫接壤，距边境线仅80公里左右，
是整个俄罗斯南部边境的门户。这个地方连同库尔斯克和布良斯克没少被乌军照顾。2026年开年以来，乌克兰被曝攻入俄境内约10次，基本都是光顾这3个区域。还有消息称，在无人机掩护下，乌克兰特战队已经突入俄罗斯境内，试图建立新的立足点。具体情况如何还不好说。不过，俄罗斯被乌克兰堵着家门栅，这一个事实是逃不了的。真正让莫斯科肉疼的还不是别尔哥罗德，而是克里米亚腹地。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的中程打击无人机群布向了俄军藏在这里的一座伊斯坎德尔导弹储存基地。这个基地藏在奥夫拉日基村附近，距离新菲罗波尔约40公里，是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老导弹基地改造的。俄军把发射车和导弹藏在加固混凝土掩体里，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结果没想到，乌克兰无人机穿透掩体，照样精准命中。袭击之后 ，NASA 卫星在目标区域持续探测到热信号，大火烧了接近1天。按照俄罗斯的说法，伊斯坎德尔系统射程高达500公里，能带常规弹头，也能带核弹头。俄军从全面入侵开始，就在拿这个导弹轰炸乌克兰城市。对于这个导弹系统，乌克兰可以说是深恶痛绝。这一次正好，乌克兰地下抵抗运动多次从该地点记录到俄军导弹发射活动，情报攒够了，乌军就派无人机来收账。这一通打击下来，损失的不只是这些高价值军事资产，还有人。芬兰总统斯塔布透露了一串数字：过去4个月，俄军平均每月损失3万到3.5万名士兵，和乌军士兵的伤亡比拉到了夸张的5比1。战场上每死亡1名乌军士兵，就有5名俄军士兵陪葬。而在所有伤亡中，大约95%都是乌克兰无人机的功劳。拿2026年第1季度来说，缺兵少将的俄军拼死拼活也只忽悠到了80456个新兵，可他们的实际损失高达85290人，最后出现了4834人的赤字，约等于4天的伤亡量。招募速度跟不上消耗速度，俄本土的人早就不乐意配合征兵了，于是俄罗斯将黑手伸向了外国人，尤其是移民。俄罗斯在全国所有联邦区展开了对18至60岁外国男性的大规模筛查行动，由俄军总参谋部的动员总局和内务部联手执行。各地征兵办公室被下达了死命令，每个地区必须征召外籍人口总数的0.5%到3.5%，在全境97个合同选拔点同时铺开。主要盯上的就是中亚公民，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塔吉克斯坦。而在俄罗斯境外，他们盯上的就是孟加拉国、乍得、苏丹和布隆迪等贫困国家。操作手段也简单，每一项相关法律条款都是俄罗斯的利用空间，比如签证过期或者身份文件有什么问题，亦或者犯了什么事，可能面临刑事拘留。然后俄罗斯就会掏出一份2选1套餐，要么签字去前线当炮灰，要么等着坐牢，刑期最高8年。说的好听叫合同兵，实际上就是被抓去填战壕的消耗品。俄罗斯在这里忙着抓壮丁，乌克兰也没闲着，在忙着修防御工事。工程部队负责人希罗滕科透露，乌军正在北部边境修建一条连绵不断的防御工事线，从基辅水库一路延伸到苏美地区，而这一路正好直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这一次修建，乌克兰投入了大量兵力与资源，要求在最短时间内竣工，规模更是远超以往。这条防线最让俄罗斯头疼的地方，恐怕就是纵深了。常规前线工事的纵深通常是10到20公里，但这条新防线把纵深拉到了100公里，串成了一个庞大的综合防御区域。最外层是铁丝网障碍和被称为龙牙的反坦克混凝土金字塔，后面跟着逐层布设的反坦克壕沟，每一道障碍物都经过了精密计算和实战检验。整套结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纸质工具，而是自成体系的杀伤系统。除此之外，针对俄军的光纤制导 FPV 无人机，乌军在修建防线时也专门布设了对应的反制手段。稍微了解点局势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光纤无人机靠实体光缆通信，而非射频制导，因此电子战对他们完全无效。此前，俄军动用这种无人机深入乌克兰境内，直逼哈尔科夫北郊，对苏梅和前线城市的渗透威胁急剧扩大。所以这一次，乌克兰也着手修建电子物理复合屏障，专门阻拦这种无人机。让乌克兰动起来的主要原因还是俄罗斯的小动作。这一段时间，俄军在苏梅和哈尔科夫方向根本无法进行大规模突破，所以他们开始疯狂推动建立一条20公里的缓冲区。据4月中旬 Deep State 的数据显示，在这个方向上，俄军渗透和控制的区域已经扩张到大约150平方公里，所以乌克兰才需要修建这样一条防线，核心目的就是为了阻拦俄罗斯打造缓冲区。就在乌克兰修防线的时候，泽连斯基下了一道命令：2026年内至少签下5万台地面机器人系统。此前乌克兰其实已经签了2.5万台的合同，但是泽连斯基把这个数字翻了倍，背后映射的是乌克兰的思路。俄罗斯可以不把士兵当人看，把人当战场耗材，但是乌克兰不愿意。
他们要做的是怎么在战争中尽可能的保全自己的士兵。而在战场之外，日本亮出来了更管用的东西——拦截无人机。日本泰拉无人机公司把钱砸到了乌克兰本土。泰拉无人机的 CEO 德崇彻在基辅的发布会上正式宣布，公司正在全面扩大泰拉 A1 和泰拉 A2 两款拦截无人机的生产规模。乌克兰境内的制造由本土无人机企业负责，而且日方已经向乌克兰的另一家无人机公司追加了战略投资。一家日本跨国企业不到半年时间，连续2次向乌克兰无人机初创公司砸钱，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日本看重的不是别的，正是乌克兰的战场创新速度。而日本推出的2款无人机表现也极其亮眼。先说泰拉 A1， 这是一款垂直起降的拦截无人机，专门为末端防御设计，最大速度可达每小时280公里，作战半径18公里，有效载荷500克。但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实战记录。A1 早在4月中旬就已正式在乌克兰投入作战部署，首批系统交付乌克兰军事单位，由操作员在实战条件下进行测试。切尔尼戈夫地区反沙赫德部队的负责人对这架无人机给予了评价：操作极其简便，急转弯时反应极其平稳，摄像头能清晰锁定目标。德崇彻也强调 ，A1 在实战中已经成功拦截了沙赫德无人机，但日本人的野心远不止一款 A1， 他们正在构建的是一整套分层拦截防御体系。拿泰拉 A2 来说，它是专门负责中程拦截的固定翼拦截机。根据官方数据来看 ，A2 的最大速度达到每小时310公里，空中巡逻时间最长可达40分钟，覆盖半径75公里，升限高达5000米，有效载荷750克，弹射升空，能在天上巡逻一整圈，发现目标就立刻扑上去。除了 A1 和 A2， 德崇彻还抖出了喷气式高速拦截无人机的概念设计，最大时速440公里，航程140公里，飞行20分钟，有效载荷3.5公斤，弹射发射。更让德崇彻激动的是这些东西的研发节奏。传统国防工业做同类武器，从立项到列装要10到20年，到了乌克兰只需要6个月。而这套分层防御体系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成本。按照泰拉无人机公布的数据，一架泰拉 A1 的价格仅仅只有2500美元，沙赫德的成本大概一架2万到5万美元。俄罗斯不是喜欢用沙赫德这种低成本无人机在战场上搞骚扰吗？现在更低成本的拦截无人机已经出现了，成本差最低也是10比1。双方之所以磨合的这么顺畅，主要是因为两家各自补上了对方的短板。乌克兰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无人机实战经验，但因为缺钱，在大规模量产上始终存在短板。刚好泰拉无人机有钱，所以乌克兰提供经验技术，日本砸钱，生产出来的武器就直接送前线实战测试，随战随改。这样一来，乌克兰获得了武器支持，日本打出来了名声，也实现了技术的快速迭代，双方全拿到了想要的东西。无独有偶，波兰也是这个思路。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在热舒夫论坛上摊牌，波兰要把乌克兰前线当成自家武器的测试场，以便实现技术的快速迭代。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波兰国产装备先在自家靶场完成标准测试，合格之后就送到乌克兰前线，在真实的枪林弹雨中接受检验。而且他们已经有实打实的成功案例了。波兰的 FlyEye 侦察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上经历了电子战干扰、GPS 被掐断、俄军防空火力覆盖等全套高难度测试，然后波兰制造商根据前线反馈，一轮一轮快速迭代修改，这套实战研发循环极大程度上提高了武器的质量。托姆奇克盯上的还不止无人机这一个品类，波兰计划送往前线测试的清单里还包括防空系统、高科技导弹、装甲车以及反无人机系统。可以这样说，波兰的野心是把自己的全套装备体系都塞进乌克兰测试。更重要的是，这不是简单的装备买卖，而是更深层次的绑定。托姆奇克在 PAP 的采访中亲自确认了一件事：波兰正在境内与乌克兰搞联合无人机生产，他们需要设计出一套同时满足两国利益的合作框架，既能满足乌克兰眼前的作战需求，又不能拖累波兰的国防工业布局。此前，波兰乌克兰合资公司其实已经在准备启动博赫达纳自行榴弹炮从波兰境内的量产。从无人机到自行火炮，这套生产线一旦跑起来，乌克兰军队的装备供应将再添一个稳定可靠的后盾。这也是波兰现在的核心方针，和乌克兰达成共生模式。乌克兰提供前线经验和测试环境，波兰注入工业产能和充裕资金，双方共享作战得出的技术优势。这个思路再扩大，就是波兰打算借鉴乌克兰的实战经验，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无人机军团。乌克兰提供技术和实战经验，波兰通过国家预算拨款，欧洲防务基金也已经确认参与其中。至于具体要怎么学，图斯克也有了方向：无人机作战战术传授、物流供应、人员培训、控制系统集成，每一个环节都对乌克兰开放。
乌克兰专家还将被派往到波兰工厂的生产线，当场指导产线改造。一旦波兰这边成功，就等于在乌克兰的东边再竖起一道防护墙。俄军战机想要绕到白俄罗斯去搞空中渗透，得先面对波兰。而且这个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一旦和波兰的合作被证明技术有效、成本可控、交付周期短，那它就不会是孤立，而是一个模板，其他欧洲国家都能接着用同一套流程与乌克兰搭桥。那么这些国家的无人机作战能力将在短时间内集体跃升至少一代。这个蓝图一旦铺开，遭殃的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将要面对的不再是单独的某个国家，而是捆绑在一起的欧洲军事联盟。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波兰这一套模式能够成功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